你们公司的负责人在同意这笔钱归你所有之前或者之后，有没有在单位的正式财会账目上做过记载呢？无论是国宁公司的财会账目，或者是国宁跆拳道工程项目部的财会账目上有记载吗？我不知道，好像是没有。不能是好像，是肯定吗？我想是肯定没有。钟宁和卞小军，一个是我们老板，一个是我们经理，他们让我拿着，我肯定拿着了。我并没有偷着摸着去拿回扣，然后去干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儿，去干那种豆腐渣工程。我确实没有想去以权谋私，去谋求私利。现在不是在谈你有没有搞豆腐渣工程的问题，而是在谈程序问题。杨瑞啊，在经济领域里做事，程序非常重要。如果你当时把这笔钱交到公司，入到账上，事后单位的领导再同意你从账上提出来发给你，这问题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你当时并没有这么做，换个角度说，是他们没有这么做。除此之外，我从案卷上了解到的情况，比你目前想象的可能要严峻得多。不光是有没有入账这一点对你非常不利，就连是否公开这一点，你也面临着很多麻烦。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在检察院搜集到的证据中，没有一条能够证明你曾经汇报过并且上交过这笔钱。在国宁公司的证明材料当中，公司也并不了解你曾经收到过这笔回扣。从龙华公司的老总供词里，以及后来清查龙华公司的账目时，倒是有向你支付过这笔钱的说明和记载。我明白了，这是国宁公司想置我于死地呀。如果事实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你的错误仅仅是程序上的失误。也许和你当时的职位相比，你太年轻了，很多知识和规矩你都不太懂。好，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关于你收取这笔回扣是否公开的事儿，你能提供什么证据吗？或者说，有什么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你知道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个证人。老刘啊，什么事儿啊？上次在景江府给你那点车马费，你没上交吧？交了，第二天早上我就交老边了。你怎么这么傻帽啊？老边后来又给我了，我问钟宁，钟宁也让我拿着，后来我就拿着了。这行的规矩他们都知道。你打电话就问我这事儿啊？证人有。我没想到你来的这么快。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还在上班呢？对，在上班。请假出来的？不，我们那儿不让请假。我辞职了。辞职了？我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救他出来。我不相信他做了那样的事。他在我心目中，是个蔑视钱财的人。安心啊，如果他真的做了这件事儿，我是说如果啊，那么法院证明他确实做了这件事，触犯了法律，判他有罪，你怎么想呢？也不相信吗？也许他以前是做过很多错事，但是我相信一点，他是个好人。情况刚才我电话里都跟你说过了，他认为现在唯一只有一个人能够证明他无罪，我很需要这个人出庭作证。他说你认识，能带我见见他吗？哦，安心。大哥，您别送了，等杨瑞出来，我们再好好谢您。哎呀，谢什么呀？我跟杨瑞这么多年交情，
你说我不救他谁救他？我要早知道龙华公司那秃子会出事儿，就当初我怎么着也不能介绍给杨瑞认识。我跟我这兄弟啊，添太多的麻烦了，我怎么着也得帮他给弄出来。杨瑞啊，身上毛病是挺多的，可是绝不贪财，他不可能贪财，要不然他当初也不是甩了钟宁跟你，你说对不对？大哥，您最近见过杨瑞的爸爸吗？我想去找找他。啊，我是想，他爸爸当了这么些年的领导，公检法绕着弯的关系一定是有的，他是不是能帮点忙呢？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别去找他了。杨瑞的父亲啊，让国宁公司给辞了，也是因为你。你说他对你能没看法吗？可杨瑞毕竟是他儿子，他就不心疼儿子吗？心疼归心疼啊，这不正在气头上呢吗？再说了，杨瑞有些事儿啊办的确实是不对。就上次跟他爸爸动手翻脸了以后，他就再没回去看过他爸爸。他爸爸那脾气我知道啊，跟杨瑞一样吃软不吃硬。杨瑞越不去看他，他爸爸越着急越生气。要不让我去把杨瑞那房子给收回来，多狠呐！不是，这也是气到这份儿上才这么做的，绝不是因为说缺那几个房租。哎，再一个，我想啊，杨瑞这次被抓这件事儿啊，没准啊也算在你头上了。他想啊，你说杨瑞要是不跟钟宁、钟国庆闹翻了，他们也不会对杨瑞落井下石啊。安心啊，官司打到这会儿，必须按法律程序走下去了。现在再托人找关系，恐怕也来不及了。你不要太着急，有病乱投医也不好。那大哥，我们先走了。哎，好的好的。再见啊。再见再见。那就这样。哎。安心啊，明天我还要最后一次去看守所，你有什么话要带给杨瑞吗？我希望他不要丧失信心，请您告诉他，他有一位很好的律师，他应该有信心的。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您知道吗？我最佩服也最害怕的人就是律师了。为什么？我是尝过律师厉害的。律师要说这东西是黑的，就准能找出黑的证据；要说这东西是白的，也准能找出白的理由。在法庭上，律师的一正一反，手心手背，完全可以把翻过去的天再翻过来。安心啊，你这么小的年纪，怎么会对律师这个行业有这么夸张的印象？如果这个官司不会完全打赢，它可能会有好几个结果。你作为杨瑞的朋友，你会希望他选择哪个结果呢？安心这几天一直帮我搜集证据，他陪着我到处跑，真是帮了我不少忙。安心不上班了？他辞职了？辞职了？他没有工作，他吃什么？孩子吃什么呀？他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吗？也没有积蓄？他还住在我那儿吧？没人往外轰他吧？好像没有。昨天我还见到他。杨瑞啊，关于你这个案子的事实部分，我们已经谈得差不多了。我今天来找你，主要是想听你谈一下。明天就要开庭了，你到底希望我怎么替你辩呢？怎么辩？你们不是说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吗？事实就是这样，你都清楚了，怎么适用法律，你比我懂啊。杨瑞啊，现在的情况是你必须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有罪的辩护，一种是无罪的辩护。有罪的辩护就是你要承认你在行为上触犯了受贿罪。那么我辩护的重点呢，就是强调你受贿的过程和受贿的背景都比较特殊，在情节上呢属于法定上认为比较轻微的那种，争取缓刑。根据你现在的情况，争取缓刑的把握还是很大的。一判缓刑，你马上就可以出来。你想出来吗？当然。还有一种辩法，
就是辩无罪。如果成功了，你就可以彻底洗脱这个罪名，清清白白的出来。但是做无罪的辩护，把握确实不大。到目前为止，只有你的哥们儿刘明浩同意出庭作证。他证明你事前曾经跟他说过，愿意把这笔钱上交给卞小军。事后你也跟他说过，卞小军和钟宁都同意把这笔钱留给你。如果法庭采信他的证言，那么这笔回扣基本属于公开的原则。至于走没走账，那是卞小军和钟宁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但是这么辩稍稍有点牵强，这还要看控方证据强不强，是不是有新的东西。所以我不敢说辩无罪，我肯定有把握。这么辩一旦失败，法庭就会判你有罪。一旦判你有罪，恐怕连缓刑也争取不下来了。你知道高法过去有个规定，拒不认罪的不予缓刑。所以一旦判了实刑，你恐怕真的要在这儿蹲上几年了。所以你是想让我做有罪的辩护，争取判一个缓刑先出来，还是做无罪的辩护，碰碰运气？这两个选择你必须想清楚，你要给我一个明确的意见，我好按照你的意见进行辩护。如果做有罪辩护，争取缓刑，你有几成把握？90%。那做无罪辩护判无罪呢？20%。那你说，我应该怎么选择？各有利弊。你问过安心吗？他希望怎么样？问过了，我昨天详细的跟他谈过了。我是把他当做你的亲友，征求他意见的。我应该征求他的意见吧？对，他就是我的亲人，他可以代表我的亲人和家庭。他怎么说呀？他说这事儿还得你自己决定。他就没有一点倾向性的意见？没有。他当然希望你早些出来了，但是他担心你如果认罪了，心里会不痛快，以后会因为这个不快乐，因为这件事儿会一辈子影响你。他真的很担心一辈子生活在这个阴影当中。其实，即使你拒不认罪，法院如果判你有罪，这个罪名也还是成立的。它也一样会影响你一辈子。所以，我认为你不如先争取一个缓刑，先出来。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我要无罪。好，既然这样，我还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关于你跟钟宁的关系问题。我想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也许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我和钟宁的关系已经是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我也不想把我过去的私生活在法庭那种大庭广众之下去展览，它和这案子之间也没什么关系。不，他们之间有关系，因为钟宁很有可能充当控方的证人，而且他的证词对法庭会起着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同意，在必要的时候，在法庭上我能公布你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你们后来的破裂和破裂的原因。这样可以说明，你当时作为国宁家族的一个候补成员，绝对不会私贪区区2万块钱的小财。另外，也可以提醒法庭注意，钟宁在此案当中具有设局报复的动因，所以你和钟宁以前的关系，以及后来你爱上别人和钟宁闹翻，
恰恰是这个案件当中人物关系最为关键的一个事实。至少这个事实可以让法庭对钟宁的证词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对你很有利。你同意吗？哎，小姐，国宁公司的边总和王总来了。哦，已经到了，里边请。哎呦，来了！不好意思啊。来，小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集团公司供应部的王经理，认识吧？久仰。你好。我呀，跟咱国宁公司供应部啊打了好几次交道，但是都是跟您的手下打交道。我们做生意太小，这事儿啊到不了您这儿。哟，今儿啊应该我请客，让边总、王总请客，这是不成体统啊！我以前听说过你，啊，坐。好嘞。你好像在我们国宁大厦空调项目上报过价吧？这不还没定下来给我做呢吗？我们这空调质量啊绝对没问题啊，主机是美国的。请王经理多多关照啊。没问题，今天一见面啊就是朋友了。刚才我和王总还聊起空调的事儿呢。王总同意了，想跟你签一个意向书。哎呦，边总，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呀？你别客气，我们呀也有事找你呢。咱们呀边吃边谈，好不好？哎，好。老王，喝点什么酒啊？听小刘的，他今天是主角啊。小刘，听你的，喝什么酒？嗨，喝什么都行啊。今天边总和王总给我这么大面子，我就是喝死了也得喝呀。我不能经久不吃，吃罚酒啊。提被告人杨瑞到庭。走不走着，完全不属于当事人杨这个责任。上次我认为是其实对我的当事人杨杨瑞是无罪的。审判长，关于原告方证人，我有一个情况提醒法庭掌握。杨瑞从来没跟我说过回扣这回事儿。不，我没有印象，我记不得杨瑞曾经交过我2万块钱回扣的事儿。2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了。我认为原告方证人钟宁不适宜担当本案的控方证人。龙华公司在锦江府请吃饭，是杨瑞拉我去的，但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凭什么要同意发给他？而且我也没有答应过让他们中标。我觉得他编瞎话都不会编，因为他和杨瑞的关系，而且边小军根本不可能擅自同意发给他这笔回扣。事后杨瑞也没有告诉过我龙华公司给他回扣的事儿。边小军他没这个权。我们公司的规章制度是非常严格的，谁要违反了谁就得走人，谁敢？因为他和杨瑞的关系，谁也不敢。因为他和杨瑞的关系，谁也不敢。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老边让你
我这刚来就明目张胆的拿回扣，底下人知道不全乱来了？我没看错人，我就喜欢有骨气的男人。这钱你就拿着呗，回扣这种事儿，只要公司批准的就可以的。审判长，我请求法庭传唤我的证人刘明浩出庭作证。请证人刘明浩出庭。证人，请通报你的职业和姓名。我叫刘明浩，是北京好运贸易公司的经理。证人，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有义务作证，拒不作证和有意作伪证的，要承担法律责任。你清楚吗？清楚。辩护人在刚才的发言中提到，被告人杨瑞在收到龙华公司经理送给他的回扣款时，你在场。当时杨瑞就表示要将这笔钱上交到跆拳道馆工程筹建处总经理边小军那儿。你当时听到被告人有过这样的表示吗？不，他收起这钱的时候，没有说过要上交给边小军。那么，被告人事后有没有向你提起过，他上交过这笔回扣款，或者向公司的负责人报告过回扣的事情？不，他以后没有跟我说起过这件事儿。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的上级或者公司的负责人后来同意他留下这笔回扣，同意这笔钱由他个人使用？他说过没有？不，他后来没有再跟我说起这件事儿。公诉人有问题要问证人吗？没有了。辩护人有问题要问证人吗？辩护人没有问题了。证人刘明浩可以退庭了。全体起立。本院在接到起诉书后，对杨瑞受贿一案开庭审理。经过法庭调查辩论，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发言，听取了被告人杨瑞的辩护罪证述，听取了辩护的辩辩，听取了证人对各种证据进行审查。本庭查实，被告杨瑞在九江南大厦非法接受龙华建筑工程公司付给的回扣共计2万元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杨瑞受贿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瑞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本判决为一审判决，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2日起10日内，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或上诉。
谢谢啊。哎，辛苦了。再见。哎，别忘了先喝酒啊。你决定上诉吗？我明天就可以把上诉状交上去。你知道我们国家法律有条原则，上诉不加刑，你应该上诉。现在宣判，全体起立。本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怎么样？上诉驳回，维持原判，不予缓刑，这就是终审判决了。所以你去找工作了吗？你们那家具公司还用你吗？人家早就另找人了，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再去抢别人的饭碗。赶快去找个工作吧，现在暂住证不是办下来了吗？工作应该好找了。你现在睡眠好些了吗？律师说你总睡不着觉。这不是挺正常的吗？哎，小熊最近怎么样了？没有生病吧？挺好的，就是挺想你的，还总问起你呢。他问我什么呀？每天早上醒来，都说让杨叔叔给他穿衣服。带上它，你就知道我一直在你身边，我在保佑着你。你拿什么呢？你那儿？这应该没有问题吧？挂在脖子上的东西。这玩意儿值多少钱？凡是贵重物品，在我们这儿都不允许带进来。如果需要带进来的话，得由监狱方面负责保管。这么贵的东西，你还是拿回去，不要给他。回来他拿这个在这里头换烟抽的话，你就赎不回去了。怎么样？时间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以后就别再来了，先找个工作，然后带着小熊，找个对你好的人改嫁去吧。
家属来接见。是。走吧。我们家来的是不是个女孩啊？去了你就知道了。爸。呀，我早就知道你要栽这个跟头啊！你长大了，我的话你也不听了。现在也好，你利用这段时间啊，好好反思一下啊，清醒清醒。我给你带来几本书，你好好看看，增加点知识。你转到这儿有1个月了吧？身体怎么样啊？你好好听管教的话啊，好好改造。将来改造好出去了，一样重新做人，一样为人民服务，为四化服务，啊！你最近有安心的消息吗？他还住在我那边吗？我说你怎么到现在还惦记着他呀？你就是让他给毁的，你还不后悔你？我后悔，我后悔我没有听律师的，我应该听律师的，我认罪，弄个什么减刑什么的，至少我现在可以跟安心继续在一起生活呀。如果安心不嫌弃我是个罪人的话，我现在肯定是跟安心继续在一起生活呢。难道他会嫌弃我吗？可现在什么都太晚了，3年呀，太长了。他带着个孩子又没有工作，他面临的不是爱情和忠诚，他面临的是生存啊。他不为了他自己，也得为了孩子呀。你是不是鬼迷心窍了呀？你呀！帮帮我！怎么了？快说！帮帮我！帮帮我！说呀！怎么了？
接到你的信我就来了，你是不是还想再谈谈申诉的事儿啊？不是，我知道申诉也没有用。我上次写那个申诉书，完全是为了面子。那你就是想找我谈谈别的事情？有什么事需要我办吗？我想让你帮我去找找安心，帮我带个话给他。我上次跟他在看守所见最后一面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一句让他赶快去改嫁那句话。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我要说那不是一句玩笑。我不能给他任何让他等我的压力，因为像我这样，就即使出去了，也不可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现在什么公司啊、企事业单位根本不会用我这种有过社会前科的犯人，而且我估计我这一辈子啊，都将是那种不受人信任的东西了。不，杨瑞，你还很年轻，还有很多未来呢。你现在有些灰心，这我可以理解，这也是很正常的。等你以后出去了，心情慢慢的会好起来的。但是他和我不一样，他虽然有过一段生活的创伤，甚至有个孩子，但是这些都不要紧，都不要紧。她依然美丽，她很美丽，是吗？当然。她依然像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她依然对很多男人具有诱惑力。更重要的是，她心地善良。虽然她的历史复杂，但是她清白。我现在才知道，清白二字对于一个人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你找到这儿有1个多月了，安心来看过你吗？我去找过他，他好像已经不在你们家住了。我问了问周围的邻居，他们说有很多天没有看到他，好像他再也没有回来。他会不会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会不会回云南老家了？你有没有他父母的电话和联系地址呢？需不需要我帮你联系？他不会回来了。他不回来也好。要不是你急着用现钱呢，咱们家那栋房子怎么也得卖它个40、50万。盖的时候前后就花了快40万了，这么着急一卖呀，少了10几万，也是没办法的事。妈，这笔钱，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还给你们。妈，你们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一个家，我知道这房子盖的不容易，这是我们的家。可我现在，我让你们无家可归，我让你们。爸，妈，孩子，爸爸妈妈
心里疼你。你是个苦命的孩子。安心，你还在北京啊？那我先走了。哎，小兄，听奶奶话啊。他会说话。哎，放心吧。妈妈再见。喂，啊，齐律师，安心吧。有些情况我已经弄清楚了。国宁公司和刘明浩签署的那份国宁大厦中央空调的供货意向书，实际最后并没有落实给他。钟国庆这个人真是个做生意的精明人，他大概觉得刘明浩在法庭上的证词就值这些，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从他身上再努力一下，还是有可能打开缺口的。你觉得呢？刘明浩的为人，我倒是听杨瑞说过，他有义气的一面，也有见利忘义的一面。这种人，交情和道理，义气和利益，对他都会起作用。我觉得无论从哪一方面，都有可能说动他。我们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在不行就诱之以利。好，钱我有，钱不成问题。我可以保证，你原来在法庭上的证词不被指控为伪证和诬告，这点你尽管可以放心，我会处理得非常好的。但是我要求你答应我重新出来作证。关于杨瑞在饭店餐桌上收到2万块钱的过程和事实，以及事后他曾经告诉过你边小军、钟宁都同意把这2万块钱给他作为奖金的事实，你一定要重新出来证明。我知道你跟杨瑞也不是1天2天的好朋友了，他早晚有一天会出来的。你总不至于使你们之间成为仇人吧？大哥，杨瑞一直跟我说，你和他是最好的朋友，你过去经常帮助他，你就再帮他一次吧。我先替杨瑞谢谢大哥了。哎，不用，这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杨瑞啊，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这忙我肯定得帮啊。我那时候做那伪证嘛，也没办法，国宁公司给我压力太大了，我要不这么做啊，他们肯定得把我弄垮了。你说我也是为了生存啊。哎，我父母啊都大了，我姐姐一直在生病。我要是垮了呀，我们这一家人啊，估计连饭都吃不上。老刘，我知道了。你知道边小军住哪儿吗？边小军？我们要见他。对，你们找边小军啊。这边小军啊，跟钟家这兄妹啊一直有矛盾，他哪服钟宁啊？他对钟宁这专横跋扈的性子早就看不惯了。最近好像不知道怎么了，好像让钟国庆给炒了，不在国宁公司干了。现在让他把钟国庆兜出来，我估计没什么问题。他到底住哪儿？好像在什刹海边上嘛。不过据我所知啊，他跟他老婆呀感情很淡，不经常在家。他经常开玩笑跟我们说一句话嘛，说人到中年有3大快事，一是升官发财死老婆。你说他狠不狠啊？
你找谁呀？请问边小军边先生在吗？你谁呀？我找他有个事儿，是他一个朋友介绍我来的。他不在。那您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甭问我，我不知道。他爱上哪儿上哪儿，我这还烦着呢，我还管他。请问，1010房怎么走？你往那边瞧。哦，谢谢啊。不客气。您好，请问卞小军先生在吗？不在。你是谁呀？我姓安，那您知道他在哪儿吗？你找他有事吗？我是来找他商量件事儿，有人想跟他做一笔生意。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是谁告诉你在这儿的？是他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是谁呀？是刘明浩告诉我的。刘明浩，您认识吗？他不在这儿。早就不在这儿了。那在哪儿能找到他？不知道。打扰您了。哎，他每天晚上到三里屯酒吧去，你去那儿转转吧。走了，感谢啊！再喝点呗。下次再来，下次再来。下次一定啊！你看今儿啥事儿都没干。漂亮妞，哎，好嘞。哎，回去直播。慢点啊！卞先生。哎，喝点什么呀？哦，不用。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你是怎么认识我的？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杨瑞的朋友。你找我干什么？想找你谈一下杨瑞受贿的案子。你找我到底想干什么？想要你说出真相。说出真相？跟你在这儿？不，在法庭上，跟法官说出真相。小姐，你认错人了。卞先生，你不说，有人会说的。我凭什么相信你？你相信钱吗？就这些啊？小姐，你是给我设套呢吧？等我收了你这3万块钱，你就可以告我受贿；等我去法庭，把证词给推翻了，你又可以告我作伪证。你把我当成傻子了吧？卞先生，你拿着钱，然后去见我的律师。在法庭上究竟怎么说，你可以和我的律师去商量。我的律师可以保证你不受任何法律追究。卞先生，除了钱，还有正义。你难道不相信，正义总有一天会站出来说话吗？难道事实和正义，难道一个年轻人的冤屈，对你来说，就真的一钱不值吗？
我求你了。好啊，干什么事儿啊，都得图个吉利，翻一倍，咱们来个6-6顺。我呀，就跟你去见律师。好。你把中国信逼你做伪证的事儿抖了出来，其实不会给你找太多的麻烦，也不会被追究伪证罪。因为要陷害杨瑞的是钟宁、钟国庆兄妹，而不是你啊。当时钟国庆要求你在法庭上否认杨瑞曾经向你汇报过2万块钱回扣的事情，否认你曾经亲口答应把这2万块钱转发给杨瑞的事实。如果构成伪证罪，应该承担责任的是钟宁和钟国庆兄妹，而不是你，因为你和钟国庆当时是老板与雇员的关系。雇员迫老板的压力而从之，在法律上你属于胁从的角色。你知道法律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所以你不会有太多的麻烦的。我怕什么呀？反正我已经被国宁公司把职位给撤销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从心里就看不起钟国庆这种人。实际公司里很多人对他们兄妹都有意见，就说当初，钟宁准备把这笔回扣给杨瑞的时候，很多人就有想法，就是不敢说啊。很多人？这么说，除你之外，很多人都知道杨瑞拿这笔钱是经公司领导同意的了。能告诉我他们的姓名吗？我要见他们。我看没问题。最近还有好几个人被国宁公司给炒了，还有一个人是他炒了国宁公司自己走的。我想，只要你们肯多出点钱，别让他们觉得麻烦，请他们出来作证，没问题。其实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问题。我们上次败诉的主要原因就是，控方的证人在庭上异口同声的否认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想他们这次一起能够证明公司的负责人是同意把这笔钱给杨瑞的，那么他的暗中受贿的罪名，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从客观效果，就很难成立了。这么说，杨瑞很快就可以平反出来了。对。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监审程序，用这些新的证据证明原判有误，这样可以要求法庭重新审议。新的证据对我们真的很有利。本庭认真审查了辩方提供的新的证据材料，对证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控辩双方进行了充分的辩论，并且听取了被告人的陈述。经过合议庭讨论，现在宣判如下：公诉人对被告人杨瑞受贿的指控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原一审判决和二审判决的有罪认定不当，应予纠正。经本庭再审重新判决，被告人杨瑞无罪。
那我先走了。有事儿呼我。我小的时候，妈妈很宠我，老师啊、同学，还有亲戚朋友都很宠我，我享受了很多很多的爱，所以我一直是一个不懂得珍惜和体谅别人的人。我一直就没有真心感谢过任何人，但现在，我真的很感谢你，安心。我这一辈子都会从心眼里感谢你。谢我干什么？说真的，我们应该好好谢谢律师，谢谢法律，谢谢所有为你说话的证人，哪怕他们是为了钱，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目的，但他们终于说出了真话。也正是因为他们说了真话，你才有了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你了一个清白之身。安心，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你始终相信我是清白的吗？我一直相信你，我相信你是清白的。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心里什么都没怕过，最怕的就是连你也不相信我，怀疑我，对我没有信心，对我再也没有感情了。我当时心里最大的支撑，就是你对我的信心和对我的感情。我一直是有信心的，我相信法律，相信正义，相信清白的人总会得到清白的。可我知道，我的这个清白，不光是用清白换回来的，还是用金钱赎回来的。安心，我知道，你为了我能出来，都倾家荡产了。每个为我说真话的人，都得到了利益，包括律师。是啊，这个年头，谁也不可能为你白干，谁也不可能只为了真理和信念去白干。杨瑞，你说的没错，可是即便如此，咱们还是应该感谢他们。我想，咱们应该好好请律师吃顿饭。律师虽然是收钱的，但是他给咱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也是，在里面的时候，我谁也见不到，只能见到他。他的确也给了我好多信心。杨瑞，你出来以后，最想干的是什么事儿啊？我最想干2件事儿。哪2件？第一件，我想跟你去清缅。我特别想去见见你的爸爸妈妈，我要给他们磕头。我没能让他们的女儿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反而也把他们拖累得一贫如洗。我要跪在他们面前发誓，他们的恩情，我一辈子都会报答。这个就免了吧。第2件是什么？除了见我的爸爸妈妈，你自己最想干的是什么事儿啊？和你结婚。结婚？对，和你结婚，再也没有什么事可以阻碍我们了。我想过了，无论我们的父母，当然
主要是我的父亲他是否同意，是否接受。无论我们有没有钱，有没有经济基础，我们都要结婚。我们一定要结婚，就是现在，马上结婚。你没必要拿这个来报答我、感谢我，真的，真的没必要。我结过婚，有孩子，我和你是不配的。除了你，我谁也不要。是不是你觉得我配不上你啊？还是怕我对小熊不好啊？不，我爱你，杨瑞。可就是在我最爱你的时候，我都没想要你和我结婚。真的，我一直以为我不会再结婚了，我也不应该再结婚了。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抚养小熊，让他长大成人。好，我和你一起把小熊养大，让他长大成人。妈，我要结婚了，和杨瑞。对，我们决定结婚了。妈，你和爸爸愿意祝贺我们吗？嗯，谢谢妈妈。妈，您等一下，杨瑞就在我边上。我爸妈同意了，他跟你说几句。阿姨，我是杨瑞。你知道吗？安心非常爱你，他爱你胜过爱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人除了是他的孩子，就是你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你能爱他吗？就像他爱你一样。能。你能爱他的孩子吗？能。我的这个女儿啊，太苦了。我知道，你也很苦。你们能相依为命，我真的要好好的祝福你们。你跟爸爸说。妈，我从家里带出来的钱呀，还剩下3万。我妈说让我们留下来结婚用。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咱们结婚要办得简简单单、朴朴素素的，而且也不请什么亲戚朋友，所以咱们还是把钱给他们寄回去。我想把这笔钱平均分成3份，1份寄回去，1份咱们结婚用，还有1份得去还了欠刘明浩和潘队长的钱。另外，咱们不是说好要请律师好好吃顿饭的吗？这是你的钱，我听你的。这是咱们的共有财产，你同不同意呢？我听你的。真的？你真的什么都听我的？当然了。那好，那我要你明天买点酒，买点吃的，去看看你的爸爸。唉，不管怎么说，你能平反出来就好。咱们老杨家总算没丢人。现在这少数公检法的昏庸无道，咱们得去告他们，不能白白让他挣了咱们大半年。经济上的事儿咱们不提啊，提了让人瞧不起。可这精神上的、名誉上的，不能白白算了。现在是什么都有法了，啊，国家政府办错了事，照样得赔偿。现在民告官的，多数都告赢了。爸，我结婚的事儿，您到底同意不同意？你够岁数了吧？够了。法律上说，男的20岁就可以结婚，
我过了年都快24了，安心也快23了。你都24了，唉，你17、18岁的时候我就管不了你，甭说你现在24了。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你妈在的时候你听你妈的，你妈不在你听你自己的。小的时候你还有点怕我，哎，你怕你也不听我的。现在你是连怕都不怕我了。爸，那您歇着吧，我先走了。等有空我再来看你。等日子定了，我就告诉你。你们结婚，我也没什么准备的。钱爸爸是给不了你的。你们现在住的那间房啊，我本来想跟楼上的一块换套大的。既然你们结婚，我就不换了。你们住吧，啊，总不能住到大街上啊。好好规持规持，啊。谢谢爸爸。你还知道谢我呀？懂礼貌了是不是？不用谢，你别气我就成了。嗯。哎，你们打算在哪儿办啊？办几桌？别忘了请上你老姨啊。虽然我们好几年不来往了，这种事情还是要请一下。还有咱们那些老邻居都是看着你长大的，是不是也得请人一下？爸，我们想办的简单点儿，不想摆什么酒席了。我跟安心商量好了，想去旅行结婚，然后回来的时候给亲戚朋友发点糖。嗯，也好。安心是二婚又带个孩子，不大操大办的也好。你们悄悄的出去转一圈，办了算了。别人要是问我，我就说你们早办完了。还有啊，好好跟人家过日子，别没长性啊，别亏了人家孩子。这个地方是我第一次约他吃饭，他陪我出来，就在这家餐厅。当时他可拿劲儿了，不跟我出来吃饭。那个时候我得求着他，我说你就算你陪我来吃，然后他才来。哎，杨瑞啊，有件事我一直想提醒你，这次中国庆中宁真的是诬陷，我认为从法律上完全构成了诬告罪和伪证罪。你们要不要起诉他？行啊。你看这次刘明浩、卞小军还有副审时候那几位证人的证词，你们注意到了吗？我觉得已经完全够定他的罪的了。现在关键就是你是当事人，如果你作为受害者，你要提起诉状，才能够启动这件事情。好，我起诉他们。起诉呢，这是检察院的事情，你只是作为受害者提起诉状，你可以要求检察院起诉。这个写诉状呢，还有联系证人这些事情，我可以替你去做，你放心好了。我只是觉得，一定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来补偿你的经济损失。你们可以回去商量一下，想好了再来找我。好，到时候肯定还得麻烦你。哎，这么晚了，咱们还去接小晴吗？不接了，待会儿给王奶奶打个电话。好。学妹们的平均得分呢，应该说是超过20分。今天的运动呢，这个完全表现对一点。今天的主持的这9个问题，
理查德森、阿米纳斯、杰米森都是没有能够很好的发挥。加米森本赛季平均得分是24.6分，而且还有6个篮板球，1.6个助攻。小前锋是莱斯，主力先发出场。对，莱斯如果这个点能够发挥出来的话，对对方也是个威胁。杨瑞，你真想去告钟宁？是啊，他也该当回被告了。你告他，我没意见。可是我担心你和我不一样。我跟他不认识，没有情分，只有仇恨。可你们过去是情人。谁跟他是情人啊？你是不是以为我跟他还有什么感情啊？你没事吧你？人是感情动物，感情的事儿啊是说不清的。我不是说你和钟宁现在还有感情，我是说你们过去在一起，毕竟有过美好的时光，毕竟有过互相关照、互相惦念的时候，这些都是你的经历，难道说忘就能忘？经历是你抹不掉的东西。你不是认为我还怀念过去的生活，还想着钟宁的吧？没有，我是在说我的体会。就像我对毛杰，也谈不上爱他。他贩毒，我也知道他是有罪的。可你让我去告他，让他去死，我心里还是有障碍的。我总会想起我和他的过去，过去很多美好的瞬间，我会想到他对我的好。反正平时根本就想不起来的事啊，到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想起来了。那因为啊，是你是女的，女的就是喜欢多情善感，心太软，所有的问题都自己扛。我们男的可不这样。好，只要你想清楚了，觉得心里不别扭，那你就去告。我当然没意见。你真的没意见？那今天下午律师说这事儿的时候，你不吭声？我不会主动让你去告他，我不会的。如果你真生他的气，想报复他而去告他，我当然没意见。可我不会劝你、逼你去告他，因为我知道她是你过去的女朋友。我不想让你心里有一丝半点的不忍心，还非得那样去做。做过以后，时间长了，心里头又别扭。我不想让你这个样子。可你忘了当时钟宁是怎么告我的吗？在法庭上，我本来还心平气和地看着他，我以为他能念起点我们过去的交情，可他却毫不手软。你看他那声嘶力竭的样子，他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我只有死了，他才高兴，他才有快感。可我不希望你像他那样，你也不应该像他那样冷酷，没有宽容之心。祝总，我们下星期一定约了再谈一次，好吧？一定。好。再见。再见啊。来，杨瑞，等半天了，怎么样？想好了吗？
怎么决定的？我决定不起诉钟宁、钟国庆了。哦，算了，放他们去吧。为什么？不为什么。你是不是有点怕他们？怕他们财大气粗，告不下来啊？不是，我不想跟他们再告来告去了，因为我和钟宁毕竟有过一段感情，而且他当时对我也不错，就算是我对他的回报吧。好的，你是当事人，这事儿你自己决定。不过我想说，杨瑞啊，你是个挺棒的男人。怎么这么说啊？从那时候你跟我说你要辩无罪，我就挺佩服你的。为了清白，宁肯坐牢，一般人都不会这么选择。光看你的外表，那时候刚认识你，真没看出你是这种男人。现在我看对钟宁这事儿你处理的也蛮好的，你还是挺讲情义的嘛。其实我不太赞成，但是我能理解。我现在也理解了安心为什么那么拼了命的救你啊、捞你啊。我想他是值的。哎，你买瓶去污剂怎么买了2个小时啊？我刚才去见了齐律师。哦。我告诉他，我决定不起诉钟宁了。你赞成吗？这是应该由你自己决定的事儿，你怎么决定啊，都可以。你怎么好像无所谓啊？我尊重你的决定，有时候啊，饶恕也是一种美德。与其报仇雪恨，不如化干戈为玉帛。哎，刚才刘明浩来了个电话。刘明浩，晚上6点半，他请咱们到昆仑饭店去吃饭。他这人啊，就这样，没脸没皮的。人无完人嘛。今天晚上你可别拉着脸啊，让刘明浩下不了台。我才不去呢。哎，你没答应他吧？我都答应他了。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你忘了他当时怎么在法庭上给我做伪证了？他明明知道那么一作证就把我给毁了，他还是那么做了证。那天在法庭上，他看我都不敢看。他这么一作证，把我们俩从小到大的交情全部一笔勾销了。我还能像他们没脸没皮的去吃他那顿饭？连钟宁和钟国庆你都不记他们的仇了，何苦还记着刘明浩的仇呢？再说刘明浩是做生意的，他是不敢得罪国宁公司。这些年他也帮你不少忙了，他害你这一次也算是扯平了，不然你且要记着他的恩呢。再何况他后来又给你做了一次回证，要不然你到现在还出不来呢。请记住冬夜里我的叮咛，请留下月光中我的希望，请让我亲吻着你的名字，请让我铭记着你的善良。我仰望天空，群星闪烁，我面对苍天，呼唤你的出现。伤我
吻着。